起来了。姐姐，好久才见姐姐一次，你看起来好孤单呀，我可以陪你吗？莫叔叔说，有朋友就不会孤单了，他跟子叔叔就是朋友。姐姐，你的朋友呢？我们可以请他来做客吗？朋友啊，爹爹没有朋友。曾经是有过，但是爹爹希望他不再把我当做朋友。教主，教主，小安氏，今晚莫叔叔哄你睡觉好不好？好。什么事？这般着急？教主，这次北离派来的人到边境了，而且此人不一般。是他回来了吗？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，是一个教主你认识的人。实在是搞不明白，这些人实力如此不济，竟然还想杀掉魔教教主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我的朋友叶鼎之？司空长风。仔细想来，这也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。不过嘛，江湖之人，萍水相交，3面可称挚友。确实挚友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朋友了。你比下面那几个老家伙要强，强不强，也只有打过才知道。可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功。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。确实一条金龙。青龙变。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！不用兵器，不用拳掌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。见识了，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。哼，只可惜姬若风太懒了，多年没有发过5把，不然我也想知道，和百里东军那家伙现在孰强孰弱。不过，你在提到我们那位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太过冷淡了？
你就不怕他死了？他不会死的。为何？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打伤他的是我，他的武功全废了，却没有性命之忧。然而没有武功的他，必然不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，所以，他不会死的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还打吗？方才我的话没有说完。虽然你比当年的百里东军还要强了，但是依然打不过我。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宫第九重了。听说只有师傅亲历，才能打得过的境界。很可惜，李先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和我一样，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哦，昔日的天启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，我以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。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，我才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我离开了天启，回到了雪域。但是，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行了，走吧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琅琊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越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东君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，如今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呀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哇，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男爵边境，
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跳，跳。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男爵的战场上的。下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，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
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；否则，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啊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南绝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南绝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乘风，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。7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可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
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音乐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音乐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暂时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嗯。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长风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有事哟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你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，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
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哼，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是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。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武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，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忧疑。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
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？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。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回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宣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。韩一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，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嗯，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今日乃吾教立为中原之日，望吾教众一雪前耻，不死不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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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主，教主。谢剑仙许久未见，怎么游离到这里来？我并非游历而来，而是握剑而来。谢轩公子这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。如今我乃山前书院新一代院剑，同时，也是一名剑客。家国有难，书生握剑。这是。
叫东征的号角。你们听，来这里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阵仗。谢剑仙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天地欲乱，以己身平恩仇。啊？我书读的少，这时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杀人。就这几个人，还想突围？是叶鼎志。他也如此强了吗？我去通知其他人。好，追！左右护法，孤虚阵已布好，北离的人过不去。祝教主旗开得胜，万天前起。云哥，长风，百里东君，你也定是来追叶鼎之的吧？这雾不一般呢。背孤击虚，一女可敌万人。孤者，高尚独尊之象；虚者，卑下虚弱之象。孤虚者，兵家战胜之密道也。孤虚阵。你也知道？学堂大考时遇到过，当时天配天无做事，也就是诸葛无成，就是用了此阵，来围困我和云哥他们。诸葛无成，果然，这孤虚阵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阵法，随着诸葛一族的销声匿迹而失传。它乃兵家大阵，有兵家之气。可我带兵数年，这阵看着没有一点兵家之气。反而是鬼魅异常，剑走偏锋就不是孤虚阵了，乃鬼阵。入阵者当如何？这大白天闹鬼了！所见非所见，四处藏杀机。所见非所见，但所闻却是真所闻。当身边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出现的时候。这雾越来越浓了。祁连山上有着来自北离各派的人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里有孤虚之阵。祁连山，巧合吗？什么？我们要破阵。如何破？找阵眼。
什么邪阵？必须得尽快破了它。这就是孤虚之阵吗？据说，这还不是诸葛家真正的孤虚阵。那就有如此玄妙了。诸葛家的孤虚之阵只应天道，而我们的孤虚之阵却可窃取天道。二位护法，还请速速入阵。谢轩，找到了吗？被我找到踪迹了。